乔振兴生前打钱的对象龚小志，现在在做外卖员。妈，你给我来劲是吧？姓龚，他咋不姓武啊？自己的爹妈都不认。还有那个杨静，他是东平市开发区分局的刑警。乔振兴生前总是在给他打电话，是不是他还在调查万海案？ 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啊，组织流程，在你离职之前，还要对你进行一次谈话。哎呀，工作上你还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事情？对组织上还有什么建议？你都说出来。还有，你个人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只要在不违反政策、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组织上都可以替你去完成。 就进11部以来，一个朋友没交下来，这个组织解决不了，这属于个人人品问题。都挺好。我调到咱们省院，年头也不算太短。哎，我进来就是他带着我，走了好几个部门，是这几年才到的11部。 项军专委一直很照顾我，他人也很好，真的感谢。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毕竟刀刃向内嘛，就是其他部门的同志呢，难免会说对我们呢，就比较谨慎，理解。哎，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哪怕说工作上受点委屈啊，这。 反正也不是我一人事，有他替我顶着呢，挺好，真的挺好的。哎呀，刀刃向内，刀，快刀斩乱麻。但是说快呢，我最近就发现啊，就是我们单位有一些这个极个别的领导同志。 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有点磨磨唧唧，甚至说耽误工作。吴亮，你说谁磨叽呢？我说极个别领导同志，请不要敏感了。你比方说啊，说这个我在中兴路采的那个水样，报告
我交了，等这么长时间了，那结果呢？你再比如说啊，乔振兴同志生前留下那个 U 盘，哎，我也交了，也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你再比方说啊，说烧尸工雷广发跑了，说让我相信东平公安，东平公安也查了一段日子呢，那结果呢？乔振兴同志家属周梅这两天来了，人家来问，结果呢？结果说他让人等等，哎，你跟死者家属，你跟人说等等，有这么说话的吗？有这么当领导干部的吗？你不用敏感了，就说的是你。洪亮同志，刚才一连串的发问很尖锐，也很真实。你刚才提到了水漾是吧？好，水漾在这儿。你是一个即将离职的检察官，我可以给你看。张姐，东平那份呢？在东平市公安局啊。我没对比，我看他干啥呀？你问得很好，是把这份拿到东平去，还是把东平那份拿到这儿来呢？把这份拿过去，让他们自己查自己。把那份拿过来，那就是省院对市院极其的不信任。你是一个老检察官了，对吧？你觉着应该怎么办？喝口水啊！你看咱们处理问题啊，就像是看见海面上的一座冰山，浮在水面上的只是整个体积的1/5乃至1/10。我们不能只看到那海面上那个小角角，是吧？我们更应该看到海平面以下的这一大部分。对，领导说的都对。很荣幸啊，就是走之前呢，我这还能听领导这么生动的一堂课，受教了。洪亮，你阴阳怪气的，到底想说什么？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就走人。哎，等等，湘军同志，我倒是觉着洪亮同志在离职之前的这几句话最真诚。我希望你把话说完，也许我们下一步如何处理这个案件，你的话是最有价值的。好，张姐，那接下来我说这些话呢，如果您不打断，我就自动默认您同意了。首先，我的这份离职报告给您添麻烦了，再麻烦您帮我保存几天。第二，孙专委，请你给我提供一份打好包的半年之内的乔振兴同志生前的银行流水和通话记录，明天早上之前必须给到我。我通知你，我要请个假，7天1天不能少，而且不许包含法定节假日。你要去哪儿？不要问我到哪里去，也不要管我，管好你自己。麻烦你亲自给周梅同志打个电话。你不管老乔，将来咱怎么给人定性，咱不能让人家属寒了心。你跟人说等等算怎么回事？你就跟人说老乔的事情，我们没放弃，说出来这话能死啊！张姐，我走了。我呢，现在就要让他们看看，11部不是吃干饭的，
11部的检察官，哪怕说要离职了，我们也能遇佛杀佛，遇鬼杀鬼。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把快刀啊！李姐，等半天了吧？刚才临时加了个会。哎，坐。哎，好。那个李姐，您找我来有事儿啊？就是聊聊。啊。没想到你跟孙局这么熟哈，万海案你们配合的挺默契。从你接手万海案以后，也就10天吧，公安那边就对张文京立案了，对吧？李姐，我知道您心里怎么想的。对，我跟孙局配合的挺好，这么多年了，互相都非常信任。他们居然把桥本给换了，把我办成了黑社会，换上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姓谢的，不问青红皂白，上来以后就跟我说，如果你要是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如果你要是不认罪，就让你把牢底坐穿。这是作为一名检察官应有的办案理念吗？我觉得张文京有问题，于是我就让孙局去查了查，他果然是有问题。这么多年，都是这么配合的。那万海案，就说张文京案吧。张文京案，咱们是不是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审查的时候出现问题，退回公安补充侦查，这样的情况也不少见了。只是张文京的案子没有退回补充，主要是因为时间太紧了，光顾着配合了。哦，对了，李姐，你是觉得昨天饭局上大家关系好，你有点担心是不是？说白了，我们的确是配合默契，这可是这么多年合作、监督、摸爬滚打在一起的磨合出来的默契。当然，大家都不能有私利，互信程度、办案效率高，这可是咱们东平人民之福哎。您说是吗？咱们一起共事有18年了吧？从我们第一次进入市检察院，就是您带着我们，也算是我们的半个师傅。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心里头复盘。你说，是不是有先入为主、疑罪从有的问题啊？李姐，这话关起门来说说就行了。要我说，张文京的案子是扯了，证据上有瑕疵嘛，指导组有力压，但不等于说对他的指控全都错了。昨天蓝书记怎么说的？您还记得吗？不要因为张文京影响到了万海案，要有大局思维嘛。伪造文书很有可能是万海团伙为了混淆办案人员视线，企图将罪行推脱到张文京一个人身上的一种手段。张文京态度反复，也很可能是内部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万海案其他的证据链都已经闭合，我们只要将张文京另案单独重查就好。把证据有瑕疵的张文京案剔除，单独审查。万海案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也别那么早下结论。那几处笔迹作假，王海说是他做的，你们又进一步核实了吗？钱波指使邵小燕诬陷万海，钱波的动机又是什么？你们查过吗？案子都到审判阶段了，
瑕疵排除了就判了。难道这个时候我要没事找事吗？李健，这么多年了，大家联合办的案子那真是数不胜数啊。同志们来往多些，关系好些，这不是人之常情吗？蓝书记惜才爱才，着眼东平的大局。哦，对，就是因为你万海案办得好，才让你上桌了。蓝书记多谨慎呐，你跟他还是亲戚呢，他不是也没有拉你进来吗？但是现在可不一样，蓝书记现在很看重你，任娟，好好干。哎呀，我呢过几年就退休了，没福气呀，要不然得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多享受啊，是吧？是你长大了，叔不该打你，叔错了，叔给你赔个不是。哎呀，行了，别跟叔一般见识了，以后不打你了。后悔呀！你爸进去前儿，唯一嘱咐我一件事，就是要把你送出去。我真不该心软让你留下。我咋走？我一个人在外面，我爸在监狱，这么大个产业就给你啊？你搁这待着又能咋的？我长大了，我能管事儿。是啊，你长大了。我们都老了，叔，我这2天一直做一个梦，就是探监的梦。我那天为什么戴着墨镜？不是怕我爸看穿我的伤，是因为我不敢正面看我爸一眼，直到他说：“来，你看看，你看我现在这样，你想变得和我一样吗？”我才看他第一眼，我就这么看着他，咋这样？头发全白了。才进去几年呀，怎么就老了20岁？我爸是我觉得东平最帅的男人，他怎么就这样？叔，我特别难受。畅儿，你爸活这么大，没说过软话，没跟谁低过头。哎，嫂子，哎，陈总说让你啥时候给安排安排，咱们一块儿去趟那个万昌矿业，跟他们负责人见一面。看你们时间呗。不，别，一切听领导安排啊，我们随时待命。行，那咱们约啊。嗯。哎，嫂子，最近哥挺忙的呀，是不是他的那个检察长的任命要下来？可不是嘛，这还没转正呢。谁也当上检察长以后，我估计我都见不着人了。望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部
现，我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发声。如果一直拖下去，他们会有更多的时间伪造证据，做假的文书材料。你住口！谁造假文书了？谁伪造证据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是谁在栽赃陷害我？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了吗？2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谢鸿飞就……我们的确是配合默契，这可是这么多年合作、监督、摸爬滚打在一起的磨合出来的默契。叔，我想问你个事儿啊，我还挺好奇。你说你和我爸当年咋发的家？哎，你跟我讲讲我爸当年在东平有没有那么叱咤风云？茶，你出生前啊，咱万家已经日子都好了，你正经没遭过啥罪。我跟你爸那真是苦过来的。当年你爷爷奶奶走得早，你爸拉扯着我，可着铁道边上扒火车、捡煤渣，那火车呼呼跑啊，屁大点孩子那咋扒呀？那真是有今天没明天。捡着捡着吧，手上有俩钱了，你爸说，咱得跟人合伙挖矿，这又挖了几年吧。你爸觉得不行，咱得单干，这么着才有了万川矿业。你说我这辈子没服过人，我就服你爸。不是我跟你吹啊，咱万家风光那些年，你数我出去也是夹个包，横着走，逮谁我都不正眼看他。跟那山炮王岳那山炮，50米以外看见我，跑步过来立正，还得笑着叫万总好。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我能骗你呀？现在呢，没了，全没了。你爸进去了，咱家现在是虎落平阳被狗欺呀。叔，你给我讲这个故事啊，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万家有万家的魂儿。我爸靠捡煤渣打出来的万川矿业，我万朝守定这个东平，我肯定就不走了。哎呀，我想好了，还是要开采。我就不信那个矿业局能天天盯着我，明天就干。进来，哥。哎，他们让我问问你在干啥呢？啊，刚打了个电话。哦，哎，等会儿，正好有点事问你，坐。啊。等会儿。坐。咋了，哥？那个，就是那天。乔振兴告别会的时候，谢鸿飞给你打电话，你俩聊啥呢？喂，省院要进行2次尸检。啥事件啊？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次尸检。应该是聊万海的事儿吧？我俩打电话能说啥呀？那你跟郑亚萍说的，怎么跟谢鸿飞和洪亮说的对不上了？
是吗？是啊。嗨，哥，那段时间呢，我真的是太忙了，每天一堆电话。他郑亚萍忽然这么一问，那我就随口一答，真没当回事儿。哥，谢主任被调查，不会是因为那通电话吧？你怎么知道他被查了？东平就这么大，咱都是搞法律的。你跟老谢什么时候认识的？认识多长时间了？哎呦，得有挺多年的了。我在县检察院的时候跟他打过交道。你要说我们俩怎么认识的，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哎哥，你问这些干啥？这不是要升检察长了吗？组织上还是要对我进行一下考察。我懂。开饭啦！大少爷、小少爷们，请入席。我先过去。哎，李检，关主任，帮我约一下监狱的时间，我想见一下万海。见万海？啥时候啊？越快越好。好的，我马上办。哎，李检，你怎么突然想起见万海？是他的案子？别瞎猜，明天能去最好。好的，李检，马上办。谁啊？谁啊？表现不错。我问你谁呢？小群群。什么情况？老孙，向群。侯亮，你要的东西准备好了。你说你一个马上要离开的人了，每天工作至于这么多吗？又不是要离开人世了，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呗。再说能力这么强，领导舍不得要走了，总得说最后再使唤使唤，也可以理解。那他这是又给你安排新任务了？小梅来了。啊？老惨。这案子不是已经定性了吗？那老孙找你是让你去安抚一下他。海州还是东平啊？东平。行，我不问了。你去吧。这么痛快答应呢？有什么陷阱？小梅跟咱们什么关系啊？你于公于私都该去一趟。但我提醒你一句啊，你去了之后多动脑子，少说话。明天早上给小远发个信息说一声，你可抓点紧啊！北京的工作再拖就拖黄了。救命！喷过了，喷过了。我喷你。你赶紧喷。哎，行了，你会。加个班，怀恩呢？喂，洪老师，乔振兴生前打钱的对象龚小志，我已经调查清楚了。22岁，未婚，现在在做外卖员。我一会儿把他的电话跟地址发给你啊。好。对了，还有那个杨静，
开发区分局的刑警，乔振兴生前总是在给他打电话，是不是他还在调查万海案啊？知道了。那个开工之前啊，跟大伙儿聊两句。最近倒春寒啊，你如果一旦送餐晚了，餐肯定凉。你愿意吃凉饭吗？对吧？顾客肯定投诉或者差评，好吧？那个还有一个，路滑注意安全。你要真摔了，餐就洒了，洒了顾客拿到餐就是差评。我，赶紧不着！我说半天说谁呢，大哥呀？啊，昨天你一共下几单？让顾客投诉8单，晚了，你给人赔个礼道个歉。你说你一天拉了个驴脸给谁看呢？你爹死娘家人了，你给有爹生没爹叫个东西，你有来意是吧？好了，你整，说你不服啊，我整不了你。开工了，开工！有能耐啊，小子，多跑2单，别跟我较劲去。谁呀？是龚小志先生吗？说，是我。嘿，我能不能问你点事儿，耽误点时间？我现在最不能耽误的就是时间，其他随便。抽查，能不能这次在不耽误你的时间的情况下，给你问点事啊？说，乔振兴你认不认识？谁？乔振兴，不认识。他不给你打过钱吗？你咋能不认识呢？你谁呀？我的哥们儿，是不是给你打过钱？跟你有关系吗？哎，我不是想跟你要钱，我想问问他为啥给你钱啊？你不是他哥们儿吗？你找我干嘛？你自己问他去。我工作这么多年了，徒弟都带了好几个了，我你想法得整整。师傅，你家电梯咋不动了？没听物业通知啊，全小区都停电了。那边那栋呢？全小区停电，听不懂人话。不是你，不是俩外卖，一个16楼，一个20楼，你停电咋的？我帮你送啊。哎，我喊什么？行，你不是求我办事吗？一个16楼，一个20楼，你选吧。别，你选20楼对吧？就旁边那栋，快，别洒了。这真有点。素质好，气质佳，跑得快，态度甜，因为向领导，打赏5块钱。你问我那个事儿，别问我，你去个地方，站前街丽人美甲店，找个老娘们儿。谁？王丽。
你瞅啥？找人。找谁啊？美甲王丽。你真找对人了，我就是王丽。哦，你好，你好，来的够早的，吃包子吧。不。来，你们开始吧。哎呦，你好。哎呦，死了！谁死了？你这个死皮太死了。我呀，给你免费做一次去死皮。不，我这可以给你打折，但是关键要看你是谁介绍来的。我还真是人介绍过来的，叫小智。因为我认识小智那可多，哪个呀？龚小智。出去。出去！我是来问你事儿的。我不知道。我还没说什么。你问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龚小智。我跟你说话怎么不听啊？其他还好，其他我啥也不知道。你走。个瘪犊的玩意儿，姓龚，他咋不姓武啊？自己的爹妈都不认，你去问他是不是姓孙，问完再说。你瞅啥？谢谢啊，万海，我是东平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郭文博。幸会。这位是呢，我们东平市人民检察院。认识。法庭上是他给我念的起诉书，那家伙那么老厚一摞子，辛苦您了哈。你说能让李大检察长给我当公诉人，你说我这是何德何能，三生有幸哈。二位今天咋到我这儿来了呢？是想看我改造的如何，还是回访啊？你说要不然人家能当上检察长呢，任劳任怨。万海，注意你的态度。是，报告领导，那个我在这里边积极配合改造，接受教育。我减刑的事儿是不是有眉目了？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我个人认为办得不彻底。那还想咋彻底呀？这判了10年10个月了，再彻底就无期了。在你开庭第一天，张文京就喊：“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我们是被冤枉的。”那是不是说东平公检法系统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2年，2年你都没有认罪，可乔振兴被撤下来之后，你就认了，为什么？你是怎么看待谢鸿飞还有乔振兴这2位检察官的？您瞅您问的这2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应该是你的团队的人吧？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您应该比我更清楚啊，问得着我吗？乔振兴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妄加评判。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挺蠢的。如果说他是保护伞的话，能把自己保护死了，那也挺绝的。张文京，说句实话，是乔振兴检察官和张文京替我讨了2年的公道。一开始我是相信司法的公平正义的，所以我才扛了2年呢。可后来呢，乔振兴给换了。换成了您刚才说的另外一位谢鸿飞检察官，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我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他没搭理我，
没成想过了几天，张文金，也就是我的律师，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再没过几天，乔振兴死了，震撼啊！李检察长，不得不服啊。咱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人家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跟我讲法律、讲公平、讲正义。我想讲的是啥呀？后来搞明白了，交换吗？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呀！这就是你们口口声声说的司法的公平正义。请教一个问题啊，我现在帮人采个水样，之前那个要对比的样本呢是冬天结冰的时候在河面上取的，你现在开春冰都化了，你觉得这个对比数据可用度高吗？如果说活水啊，冰化了以后，两岸生态都发生变化，水里的微生物和菌群的种类数量都会不一样，所以啊，这水样价值不大。好嘞，明了。这个还有意义吗？没事吧？还真有个事儿。东平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有没有一个警官叫杨静？杨静？洪亮，是吧？是。从海州过来的。是。指导组的。是。解散了。你们怎么知道我跟乔振兴通过电话？还是挺久以前的事儿了。
哥。